也一直以来啊，我们很多人习惯把巴基斯坦叫做巴铁，说的好像是一对亲兄弟。那国际场合呢，从来不投中国反对票，军队呢也一起演习。那很多公路呢，也是中国一点点凿出来的。这些听着确实铁啊，但是只要把细节摊开，就发现这份铁远比很多人以为的要复杂。就是1963年中巴签署边界协议的时候，就是当时的印度在国际上反复指责中国这是在渗透南亚。而巴基斯坦在这个时候呢，却公开支持中国的立场。就那一刻，两个国家确实像患难见真情。那后来呢，双方合作修建卡拉昆仑公路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一些中国工人的墓碑仍然停留在那些山谷当中。这些呢，都是真实而且还是沉重的历史事实。但是另一面也同样是真实的，就是巴基斯坦的外交从来都是两头下注。冷战的时候呢，巴基斯坦是美国在南亚的前哨，每年可以获得数亿美元的援助。那911之后的反恐战争更是让巴基斯坦一年拿到上百亿美元的拨款。就是有学者统计啊，就是2022年至2017年间，美国给巴基斯坦的援助超过330亿美元。那同时呢，巴基斯坦也接受中国的贷款、工程和武器。那可以说这不是铁不铁，而是巴基斯坦从没有想过选边站队。还有很多人常说什么巴铁对中国最友好，但是现实呢远没有那么美好。就中国运营瓜达尔港期间，就是当地渔民多次封路，抱怨什么中国影响捕鱼。那白沙瓦轻轨停工的时候，巴基斯坦媒体更是宣称中国正在制造什么债务陷阱。就这些声音虽然不是主流，但是也可以说明巴基斯坦并没有很多我们中国人以为的一片感动。那经济层面上产生的矛盾，那巴基斯坦表现的就更加的直白了。就中巴经济走廊合作至今，有不少项目都是因为什么债务和安全问题被搁置了。比如说什么迪亚梅尔巴沙大坝，就是因为融资分歧停摆；还有什么卡西姆港电站在建成之后，巴方又以财政困难拖欠中方的电费。所以现实就是合作是真的合作，但是巴基斯坦呢对中国也是充满了各种算计。就算是被称为最铁的军事领域，也并非是一铁到底。就是中巴两国虽然共同研发出了枭龙战机，但是巴基斯坦空军呢也同时大量装备美制的 F-16，并且呢还一直盼着美国能够继续升级。就是2022年的时候，就是美国当时已经收紧了对巴基斯坦的军售，但是仍然批准了4.5亿美元的 F-16升级包。就是巴基斯坦的选择是很清楚的，那就是命运不能完全压在中国身上。就是咱们把这些连起来啊，就会浮现出一个现实，就是所谓的巴铁啊，更多是我们很多人塑造出来的一种情感投射。可这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需要这种想象呢？就是在我看来啊，